印度神秘棕榈叶，相传写着每个人的命运。这次被读出2028台海意外之战，美军来不来？页上据说早有答案。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有一座叫做外提斯瓦兰庙的小镇，这里没有泰姬玛哈陵那样的观光名气，街道狭窄，午后的空气里飘着焚香和尘土的味道。可是每一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飞了10几个小时，转了3趟车，只为了走进其中一间不起眼的屋子，然后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按下自己的大拇指指纹。男生按右手，女生按左手。接着屋子里的人会抱出一捆一捆深褐色的细长的叶子，叶子边缘已经磨损发黑，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几乎没有人看得懂的古泰米尔文。然后他会开始问你问题：你的父亲还在世吗？你有几个兄弟姊妹？你的名字第一个音节是不是这个？你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如果连续答对，那捆叶子就继续翻下去；如果答错，这捆叶子就被放到一边。换下一捆，这个场景已经在这座小镇上重复了不知道多少年。最近这一年，这个古老到近乎荒谬的仪式忽然和一个非常现代、非常沉重的词绑在了一起——台海。网络上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有人在叶子上读到了战争，读到了一个具体的年份。2028年读到了一个更奇怪的形容词——意外。不是入侵，不是登陆，不是一场筹划多年的攻击，而是一场谁都没有真正想要，却谁也停不下来的意外之战。更耸动的是，据说叶子上还写了那个所有台湾人心里都盘旋过的问题的答案：美军到底来不来？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件事从头到尾拆开来看，这些叶子究竟是什么？那段所谓的预言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以及如果我们把神秘的部分先搁在一边，只看那些可以查证的东西，2028年这个数字为什么会让那么多真正的分析家也感到不安？先说叶子本身，纳迪是梵语里经脉的意思，纳迪叶指的是刻写在棕榈叶上的一种预言文本。传说中，这些叶子的作者是几位上古的圣哲，其中最核心的一位叫阿加西亚。在南印度的传统里，他是18位悉达之首，是泰米尔语文法的奠基者，甚至教导过战神。传说说，这些圣哲拥有一种超越时间的视野，他们能够看见还没有出生的人，看见那些人一生的每一个转折。于是他们用铁笔把这些命运一片一片刻在棕榈叶上，留给几千年后的后人。除了阿加西亚之外，还有布里古、考西卡、瓦西斯塔、博加尔等等不同的圣哲系统。每一个系统的叶子据说语气和侧重都不一样，有的讲因果，有的讲补救，有的讲前世。这套说法在南印度流传得非常深，很多解读师的家族已经做了4代、5代，代代相传。这是传说的部分，可以查证的部分是这样的：南印度确实有极其深厚的棕榈叶抄本传统。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坦贾乌尔有一座沙拉斯瓦蒂马哈尔图书馆，它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由纳亚克王朝在16世纪创立，后来由马拉塔王朝继续扩充。这座图书馆里收藏了超过4万件抄本，其中大量是写在棕榈叶上的，内容涵盖文学、医学、天文、音乐、药草。这些东西是真的，是可以走进去看的，是被政府编目、微缩摄影、数位化保存的。纳迪叶的说法就是从这片真实的抄本海洋里长出来的。传说继续说，英国人统治印度期间，把大量关于科学和药草的叶子带回了欧洲，而那些关于个人命运的叶子则被拍卖给了几个占星世家。这些家族世代相传，训练解读师把艰涩的古文译成现代泰米尔语，一路传到今天。不过这里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是任何认真讨论纳迪叶的人都绕不开的。棕榈叶是有机物，在南印度那种湿热的气候里，一片经过处理、上油、妥善保存的棕榈叶寿命大概是几百年，超过这个时间就会脆化、重铸、碎裂。所以印度的抄本传统从来就不是把同一片叶子放上几千年，而是不断的重新抄写。旧的叶子坏了，就找人把内容一字一字刻到新的叶子上，然后把旧的送进河里或者火里。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工程。可是它也意味着一件事，你今天在解读室里看到的那片叶子，
物理上绝对不可能是几千年前刻下的原件，它最多是一份抄本的抄本的抄本，而每一次抄写都是一次人为介入的机会。这不必然代表造假，可是它确实把那个关于原始性的神秘感往下削了一大截。回到现场，今天你走进一间解读室，流程大致是这样的：你先交出指纹，解读师根据指纹的纹型特征，从成千上万捆叶子里挑出可能相符的几捆。注意这一步，指纹在这里的作用不是识别你这个人，而是分类。就像图书馆的锁书号，同一种纹型的叶子被捆在一起，而全世界纹型相似的人可能有几百万个。真正把范围缩小的是接下来的那一连串是非题。你的母亲名字里有没有这个音？你结婚了吗？你有几个孩子？你做的是技术性的工作吗？你出生的那天是不是接近月底？每问一题，范围就收窄一次。运气好的人10几分钟就找到自己的叶子，运气不好的人可能问了1个多小时，翻完3捆，什么也没找到，只能失望地离开，然后被告知这一世的时机还没到。一旦叶子找到了，真正的解读才开始。纳迪叶通常分成很多章，第一章是总论，讲你的姓名、家庭、性格、大致的人生轮廓，后面的章节分别讲事业、婚姻、健康、前世以及补救之道。很多人被震撼的往往就是第一章，因为解读师会准确说出你父母的名字、你伴侣的名字、你现在正在烦恼的那件事。在台湾的网络论坛上，这几年累积了不少第一手的分享。有人形容，当解读师念出父母姓名的那一刻，整条手臂的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而让很多人皱眉的往往是最后那一章。补救之道通常包括在某座特定的庙宇连续做多少天的仪式，佩戴某种特定材质的护符，捐赠某种特定的物品，这些都需要另外付费，而且金额往往不低。这一段是整个纳迪叶产业里最常被质疑的部分。在台湾，纳迪叶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不算小的市场。想解读的人通常有2条路，一条是直接联系印度当地的解读中心，好处是便宜，坏处是要面对泰米尔语或者印度口音的英语，还有时差和一堆专有名词。另一条是找台湾本地有中文翻译的机构，解读师会定期来台，一梯一梯的排队，一个梯次结束，下一个梯次可能要等上3个月。报名的时候要先寄出指纹照片，还要事先整理好自己父母、伴侣名字的护照拼音，因为古泰米尔语的发音和中文差距太大，现场很容易对不上。这个细节其实很有意思，它意味着在解读开始之前，机构手上已经握有你的姓名、生日、家庭结构这些资讯了。顺带一提，纳迪叶的规矩是男右女左，刚好和华人社会习惯说的男左女右相反。这个小小的颠倒常常成为信众证明它并非中式算命翻版的一个佐证。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原本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走出解读室的时候是鸡皮疙瘩竖起来的？这里我们必须认真谈谈心理学。1940年代末，美国心理学家佛瑞尔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给学生做了一份人格测验，然后发给每个人一份所谓的个人化分析。学生们给这份分析的准确度打了很高的分数，满分5分，平均超过4分。可是佛瑞尔发下去的其实是同一份东西，而那些句子他是从星座杂志上抄来的。你渴望被人喜欢和欣赏，但你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你外表看起来自信，内心其实常常怀疑自己。你有很大的潜能还没有被发挥出来。每一句听起来都像在说你，因为每一句对几乎所有人都成立。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巴纳姆效应的东西。还有第2层机制，幸存者偏差。想想那个找不到叶子的人，他付了钱，飞了很远，做了1个下午，最后空手而回。这个人回家以后会写一篇长文，告诉全世界纳迪叶多么神准吗？不会，他大概率什么都不会说，或者说了也没有人转发。而那个第3片叶子就对上，解读师念出他母亲名字的人，他会写，他会在论坛上写，在部落格上写，会拍影片，会被大量转载。于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永远是命中的那一批，而落空的那一批安静地消失了。再加上第3层机制，是非题本身就是一个资讯漏斗，你回答是的每一次都在告诉对方一点东西。一个经验丰富的解读师
光是从你犹豫的那半秒，从你重复问题的语气，从你身上的穿着和陪同你来的人，就能修正下一题的方向。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冷读。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刚才讲的每一件事都是关于个人的，父母的名字、婚姻、事业、健康、前世。可是台海战争不是个人的事，一个几千年前的圣哲为什么会在一片棕榈叶上刻下一场现代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这就要讲到纳迪叶在最近10年里发生的一个转向了。真正把纳迪叶和地缘政治绑在一起的是帕克。他多年来公开表示，自己的预言除了来自灵视和预知梦之外，还大量参考印度的纳迪文本。他说，早在2015年，他就从纳迪的内容里看到，中国和俄罗斯会结成一个对抗美国的轴心，而那个时候，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还远远谈不上紧密。从那之后，纳迪这个原本只处理个人命运的系统，就被接上了一个全新的用途，替整个世界算命。关于台湾，帕克在今年年初的说法大致是这样的，他认为在2026年之前，对台湾的攻击不太可能发生，但风险会在2027年前后显著上升，而且这件事可能引爆一场更大范围的区域甚至全球冲突。他还把这件事和一个更耸动的推论绑在一起，说美国可能因为这场危机而出现宪政上的异常状态。他也提到一个细节，说这一切和不动产以及周边某处极为重要的稀土资源有关，而航道的控制权将决定谁占上风。到了今年夏天，他又提出一个新的版本，说他读到的内容指向2026年10月，可能有一场牵涉多达5个国家的冲突。你会注意到一件事，这些说法之间时间点是在移动的，2026、2027，然后是10月，然后又有人把它推到2028。这种漂移本身就很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而且这种漂移不是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前几年，阿南德在接受台湾的节目专访时，被直接问到中国什么时候会真正入侵台湾，他给出的是2个时间点，2025年以及2029年到2032年。2025年已经过去了，这个事实在后来的转发和讨论里几乎没有被认真提起过。这才是预言生态最有趣的地方，落空的部分不会被清算，只会被安静地略过，然后新的年份接棒上场。预言的时间点会漂移，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几乎所有长期预言活动的共同特征。原因其实很简单，一个没有兑现的预言，如果被明确地标记为失败，那么提出它的人就会失去可信度。可是如果那个时间点可以被重新诠释、被推迟、被说成是能量的延后，或者是集体意识已经改变了走向，那么它就永远不会真正失败。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核心叙事，战争要来了，被反复绑定到不断后移的年份上。而那个核心叙事之所以能一直存活，恰恰是因为它一直没有被证伪。这是预言最厉害的地方，也是它最不诚实的地方。好，现在我们把叶子放下，来看真正可以查证的东西。2027年这个数字其实不是从印度来的，而是从华盛顿来的。2021年3月，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在美国国会作证，说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可能在未来6年内显现。这句话后来被称为戴维森之窗。之后，美国情报单位的评估反复出现一个表述，习近平要求解放军在2027年之前具备对台动武的能力。请注意这句话里面的关键词是能力，不是计划，也不是日期。2027年之所以有象征意义，是因为那一年是解放军建军100周年，是机械化、资讯化、智能化这3个目标的节点年。而更长期的标的是2049年，中共建政100周年，统一台湾被放进了所谓民族复兴的框架里。今年3月，美国情报界的评估甚至明确指出，北京目前并没有2027年的犯台计划，能力和意图从来就是2件事。那为什么会有人把焦点从2027年移到2028年？这一次，理由不在神秘学，而在形式力上。今年7月初，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白兰斯在一篇评论里提出了一个让很多人背脊发凉的论点。他说，真正的关键时刻可能不是2027年，而是2028年1月，因为那是台湾下一次总统大选的时间。他的推理是这样的：北京真正想要的
不是一场代价高昂、风险极大的登陆战，而是一个愿意配合的台北政府。而一场选举正是最有机会用军事压力、经济胁迫、资讯操作去影响结果的时刻。与此同时，2028年年初的美国正好会被自己的总统大选吞噬掉全部的政治注意力。一边是台湾的选举，一边是美国的选举，中间夹着一个有能力也有动机去试探的北京。你看，不需要任何一片叶子，光是把3张行事历叠在一起，2028这个数字就已经自己浮出来了。而且2028这个年份本身就特别适合被预言挑中。在传统的干支纪年里，它是戊申年，属猴；而在华人的民俗记忆里，申年一直带着一点变动和躁动的色彩。同时它又是一个闰年，是奥运年，是美国大选年，是台湾大选年。一个被这么多重大周期同时交汇的年份，天然就会累积大量的叙事张力。预言从来不是随机挑年份的，它挑的永远是那些已经被我们自己填满意义的年份。这也是为什么你很少听到有人预言2031年会发生什么大事，因为那一年在我们的集体行事历上还是一片空白。年份会不会出事，取决于现实；年份会不会被预言，取决于我们心里已经给它挂上了多少东西。接下来是那个最让人不安的词，意外。这个词听起来很像预言的语言，可是实际上它是目前台海安全研究里最主流的一种担忧。就在这个月，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张家敦提出一个判断，他认为东亚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最大风险，恰恰不是北京挑好日子发动全面攻势，而是在台海、南海、东海这几个同时高度紧绷的热点上发生一次碰撞或者误判，然后各方都无法有效降温，最终被一层一层地推进一场没有人真正计划过的战争。台湾的军事学者接种也提过类似的观点，他说，现阶段真正要担心的不是有计划的攻台，而是像金门帆船事件那样的突发状况，如果处理不当，可能把两岸意外地卷进冲突。这个判断和那片叶子上据说写着的那个词刚好重叠了。为什么一次意外可以升级成战争？因为缺少刹车，两岸目前几乎没有官方联系管道，也不存在成熟的海空事件避险机制。而与此同时，双方的军机军舰在同一片海空域短兵相接的频率一年比一年高。想象一个场景，一架在台湾周边远海长航的军机因为机件故障坠海，对方以搜救为名朝着我方海域推进。这种时候，你要拦还是不拦？拦了会怎样？不拦又会怎样？今年5月底，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在一份亚太区域安全评估里点出了更深一层的风险。美中之间缺少有效的军事安全机制和核风险降低措施，任何意外事件，例如海上碰撞或者飞弹误射，都可能迅速升级。报告特别指出，双方核门槛的模糊性本身就是危险所在，因为没有人能确定对方的红线画在哪里。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拆得更具体一点，一场意外之战通常不是从飞弹开始的，而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第一步是一次接触，可能是船舶碰撞，可能是无人机越界，可能是一次雷达锁定。第二步是双方各自认定对方要负责，于是各自采取一个他们认为只是防卫性的动作，例如加派兵力、提高警戒等级、封闭某一片空域。第三步是这些防卫性的动作被对方读成攻击准备，于是对方也升级。第四步是双方国内的舆论被点燃，领导人开始失去退让的政治空间，因为任何后退都会被说成软弱。第五步是某一方基于使用它或者失去它的逻辑，决定先发制人。从第一步到第五步，可能只需要几十个小时，而在这几十个小时里，真正能够阻止事情发生的，往往不是武器，而是一通打得通的电话。而灰色地带的压力，这1-2年是明显在加码的。今年6月，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的国际水域呼叫了3艘船只，要求对方报告起气港。他并没有拦停这些船，可是这个动作本身等于在宣示一种对台湾周边海上交通的管辖权。到了今年8月，中国海军又和印尼海军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了一场所谓的通航演练，科目包括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从军事上看，这种交会演练规模很小，
象征意义却不低。他把第三国拉进了台湾东侧这片原本相对安静的海域。这些事情单独看每一件都称不上危机，可是他们正在一点一点地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正常，而所谓的意外通常就诞生在正常被悄悄挪动之后的那个缝隙里。那么美军到底来不来？据说叶子上有答案。可是在我们谈叶子之前，先看看那些花了几年时间，动用了几百人，跑了几百次模拟的机构得出了什么。2023年1月，华盛顿的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发表过一份长达165页的兵推报告，模拟中国入侵台湾，总共跑了24次。他的结论常常被简化成美国会赢，可是真正该看的是他的前提条件。第一，台湾必须扛得住第一波打击，必须在滩头遏制住对方，而且绝不投降。第二，美国必须在第一时间介入，不能是乌克兰模式那样的渐进援助。第三，美军必须能够使用在日本的基地，这基本上意味着日本参战。第四，美军必须拥有足够的远程反舰飞弹。这4个条件，每一个都不是自动成立的。换句话说，那份报告真正想说的不是美国会赢，而是美国只有在这4件事同时成立的时候才可能赢。而如果把时间点设在2028年，画面会变得更沉重。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和麻省理工学院曾经合作过一场以2028年台海战争为背景的兵推。这场兵推第一次把核武纳入变数，结果是15次推演里，美军只有5次成功击退共军，共军有5次成功占领台湾。而在推演过程中，共军主动使用核武的次数是7次。报告还指出一个更冷酷的发现，美军单纯强化核武能力并不能有效地对对方形成核威慑。另外一些后续的推演则反复暴露美军在后勤上的结构性短板，远程精确弹药在开战后几周内就可能出现严重短缺，前沿基地的抗毁性偏低。这些数字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们预告了未来，而是因为他们告诉我们一件事：这场仗没有任何一方是稳赢的。也正因为没有人稳赢，理性上每一方其实都有不打的理由。不过兵推这种东西，我们也要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去读它。兵推不是预言，它是一种压力测试。它的价值不在于告诉你结果会怎样，而在于告诉你哪些假设一旦不成立，整件事就会垮掉。一份兵推报告最有用的部分，从来不是最后那一页的胜负统计，而是前面那几十页的前提设定。当你看到一份报告写着美军必须在第一时间介入，你要问的不是他会不会赢，而是第一时间到底是几个小时，以及在那几个小时里需要多少人做出多少个没有犹豫的决定。当你看到报告写着弹药可能在数周内耗尽，你要问的不是谁赢，而是产能要花几年才能补上。兵推真正的功能是把那些平常被口号盖住的细节摊在桌面上，然后逼所有人面对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不补，那到时候拿什么补？再看政治面，美国的正式立场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战略模糊，也就是不明确承诺会不会出兵。最新的国防战略把重点放在沿着第一岛链建立拒止防御体系，这是一种让对方达不成目标的思路，而不是一种必然出兵的承诺。而现实中的讯号往往比文件更说明问题。今年5月，川普和习近平在北京会面，双方谈的是所谓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一笔规模达到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被放慢了节奏，据说是为了不影响下一次会面的气氛。同时，美国国会又在推动包含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的国防授权法案，方向和白宫的节奏并不完全一致。你会发现，来或者不来，并不是一个写在某张纸上等着被翻开的答案，而是由几十个变数及时决定的一种几率分布，而且这个分布每一天都在被双方的行为重新计算。战略模糊这个词其实常常被误解，它的原始设计并不是为了让台湾猜不透，而是为了让两边都猜不透。对北京，它传达的是不要轻举妄动，因为美国可能会来；对台北，它传达的是不要越过某条线，因为美国也可能不来。这是一个同时针对两个方向的刹车，可是它的有效性建立在一个条件上，就是对方必须真心相信这种不确定性。一旦有一方认定美国其实不会来，模糊就从刹车变成了油门。
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美国高层的措辞变化都会被放到显微镜下看，因为在这套逻辑里，语言本身就是武器。你如果去回顾过去几年的记录，会发现白宫官员在被问到会不会协防台湾时，答案有时候接近明确，有时候立刻被幕僚修正回官方版本。这种反复有时候是失误，可是有时候它本身就是设计的一部分。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变数是经济。中国目前有相当比例的海运原油依赖进口，而台海一旦开打，第一件被切断的就是航道。欧洲的智库布鲁盖尔估算过，油价上涨2%就足以让中国的国内生产毛额下降半个百分点。对一个正在面对内需疲弱、房地产调整、地方债务压力的经济体来说，这种冲击不是财务问题，是社会稳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分析家认为，只要中国还没有解决能源和金融上的脆弱性，主动开战的成本就高到不合理。可是请注意，这个逻辑保护我们的方式是建立在对方是理性计算的前提上，而意外之战最可怕的地方，恰恰就是它不需要任何人做出理性的开战决定。所以回到那片叶子，如果真的有一片几千年前的棕榈叶，上面刻着2028年台湾海峡会发生一场意外的战争，那么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难题？首先，他必须用一种在几千年前并不存在的地理和政治概念来描述这件事。台湾海峡这个名称，美国这个国家，飞弹这种武器，海警这个机构，在古泰米尔文里没有对应的词。任何所谓的解读都必须经过一次巨大的意义，而意义就是解读者自己的想象力进场的地方。其次，纳迪耶的整个系统设计，从指纹分类到是非题核对，全部是为了对应一个具体的、活着的、坐在你对面的人。他没有任何机制去核对一个国家，你没办法让台湾海峡按下大拇指，也没办法问他父亲的名字是什么。第三，这类世界级预言几乎从来不会事先公开，事后才被验证，而总是在事情已经开始发酵之后才被翻出来。可是话说到这里，我想提出另外一个角度，这些预言之所以会出现，之所以会被疯狂转发，其实透露了一些很真实的东西。2028台海意外之战这几个字之所以有力量，不是因为它来自叶子，而是因为它精准地击中了我们此刻真正的恐惧。我们怕的不是一场正式的宣战，因为那至少还有一个可以指认的开始。我们怕的是一场没有人宣布、没有人负责，从一次擦撞开始，然后所有人都被惯性推着往前走的事情。我们怕的是自己在这件事里完全没有发言权，只能等一个远方的决定落下来。预言在这种时候其实是一台情绪的温度计，它测量的不是未来，而是现在。当一个社会开始大量消费关于某一年的灾难预言，那通常说明这个社会在那一年附近有一件他不敢直视，也还没有找到办法处理的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甚至可以说，那片叶子上真正写着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每一个在深夜滑手机的时候看到那个标题会停下来的瞬间，是我们在超市看到有人一次买6箱矿泉水心里闪过的那个念头，是我们在跟长辈吃饭的时候那个大家都刻意绕开的话题。这些东西平常没有出口，于是它们就被投射到一片来自遥远国度的看不懂文字的叶子上。叶子成了一个容器，让我们可以用谈论神秘的方式去谈论那件我们真正害怕的事。这其实不可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很人性的自我保护。可是我们也要清楚，一旦我们开始把行动的责任交给那片叶子，把可能的未来当成已经被写好的结局，那我们就从害怕滑向了另外一种更危险的状态，放弃。那么比起等叶子给答案，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其实有一些真正可以观察的讯号，而且完全不需要任何神秘能力。第一，看军演的性质有没有从演练变成部署，也就是演习结束以后，兵力有没有真的撤回原驻地。第二，看官方的语言和实际行为是否一致。如果一方嘴上很强硬，可是同时严令约束前线部队，把兵力从接触线后撤，那反而是在控制冲突。第三，看民生层面的异常，例如大规模的战备物资调度、金融管制、关键人员的异动，还有保险与航运费率的变化。第四，看沟通管道，
任何时候双方重新建立热线，恢复对话机制，都是降温的讯号，反之则是升温。第五，看第三方的动作。日本、菲律宾、澳洲的部署调整往往比新闻标题诚实得多。这5件事，任何人打开新闻都可以自己追踪，他们不会给你一个年份，可是他们会给你一个方向。还有一件事也值得说，真正的准备从来不是囤积和恐慌。一个社会的韧性体现在很平凡的地方，家里有没有几天份的饮水和药品？你知不知道住处附近的避难场所在哪里？停电停网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联络到家人？这些事情不需要相信任何预言就该做，因为在台湾，台风和地震本来就会用到它们。把注意力从那个遥远的年份转回到自己伸手可及的范围，这件事的价值远远大过反复去猜一片叶子上刻了什么。最后，让我们把那片叶子重新拿起来，好好看一眼。它很薄，很脆，边缘已经磨损了。它上面确实刻着一些人类几千年来对于命运的想象，那种想象本身是美的，甚至是动人的。可是我更愿意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理解它。在纳迪叶的传统里，其实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说法，叶子上写的不是判决，而是惯性。它记录的是，如果一个人按照现在的方向和速度走下去，会走到哪里？也就是说，它预设的前提是你不改变。那么把这个逻辑放大到一个社会呢？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如果我们让误判累积，让管道断绝，让每一次擦撞都往上加一级，那么所谓的意外确实只是时间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做点什么呢？如果我们把刹车修好呢？如果我们让那些真正能够降温的机制重新运转呢？如果我们让每一个可能失控的缝隙都先被填上一层缓冲呢？那么叶子上写的就不再是我们的结局，而只是我们没有走的那一条路。真正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叶子上写了什么，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让它落空。而这件事没有任何一位几千年前的圣哲能替我们决定。这怎么可能呢？一座小岛凭什么变超级大国？又凭什么决定全世界的未来？而那条盘踞在旁边的恶龙又为什么迟迟不肯动手，只是不断的伺机而动？今天我们就顺着帕克的预言一层一层往下挖，你会发现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背后藏着一条真实得让人脊背发凉的线索。我必须提醒你，看到最后，你对台湾、对中国、对这个世界未来10年的看法可能都会悄悄地变一个样子。我们先把帕克最核心的那句话拿出来。关于东方这条巨龙，他反复说过同一件事，他感觉到中国这条巨龙最终不会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继续存在下去，它会像一块巨大的拼图一样从中间裂开，分解成好几个比较小的国家，而从这些碎片里会慢慢长出一种全新的民主形态，几个地区联合在一起，像今天的欧洲那样组成一个松散又彼此尊重的联盟。而帕克之所以对这个判断如此坚持，是因为这并不是他临时起意的新想法。早在10多年前，他就已经反复说过同样的话了。他说中国会发生巨变，会从台湾周边的海域点起一把火，会在香港和其他地方掀起动荡。而在那之后的这些年里，你回头看，那些原本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的描述，竟然一条一条慢慢有了影子。香港确实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风波，周边海域的军事化也确实一步步加剧，美中之间从贸易到科技的较量更是越演越烈。正是因为这种感应和现实之间一次次令人发毛的吻合，才让这么多人愿意停下来，认真听一听他对台湾未来的这个大胆预言。而点燃这一切的引信，帕克说得非常明确，就是一场发生在台湾周边海域的事件。请注意，他用的词不是台湾本岛的登陆大战，而是台湾周边海域的一场事件。他甚至更早以前就描述过一个画面，海面上或者海面下会有一场意外的碰撞，可能是2架飞机，也可能是2艘潜艇。原本只是一次擦枪走火的小事故，却像推倒了第一张骨牌，引爆了一连串谁都没办法收场的连锁反应。帕克说，这场冲突一旦真的爆发，规模之大会让我们这几年看到的俄乌战争都显得像是小场面。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设定特别可怕？我们总以为
战争是某个疯狂的领袖在某张地图前深思熟虑之后按下的按钮，可帕克描绘的却是一场意外，一场谁都没打算要，却谁也按不住的意外。一个小小的海峡，一次小小的碰撞，竟然能牵动整条巨龙的生死，能撼动整个地球的命运。这正是帕克眼中台湾这座小岛最可怕也最关键的地方。它就像一根插在巨人心脏旁边的细针，平时看着毫不起眼，可只要轻轻一碰就是天崩地裂。而这里面还藏着一段连帕克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缘分。他曾经多次提到，很多年前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孙中山先生的家族后人曾经来找他的妻子做过一次通灵解读。从那以后，帕克一家就觉得自己在灵性上和孙中山这位人物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连结，仿佛这位100年前的革命先行者透过那次解读与他们搭上了某种看不见的线。也正因为这个连结，他相信中国未来重生出来的那个新国度骨子里会带着孙中山当年的理想，一种把民主和某种东方智慧糅合在一起的全新制度。他甚至称它为一种全新的民主资本主义。听起来玄之又玄，但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画面确实有一种宿命般的味道，仿佛一颗在100年前就被种下的种子，注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前破土发芽。那么这一切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这就要说到帕克对时间线的判断，而这一点恰恰是很多人都听错的地方。他并不认为这件事会在2026年就立刻爆发，恰恰相反，他感觉真正的高危时刻是在2027年前后才会急速升高。在那之前，世界还在一种看似平静，其实底下暗流汹涌的状态里。而他反复强调的另一个年份是2030年。他说，在2030年之前，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些国际组织，那些维持了战后几十年秩序的旧架构，都只是临时的过渡，撑一天算一天。等到那场巨大的冲突过去，会有更强大也更贴合新时代的新秩序从废墟里长出来。帕克说得很清楚，这不是一个乐观的预言，这是一场要付出惨痛代价才能换来的重建。而且帕克强调，台湾的这场大戏并不是孤立上演的，他把它放进了一张更大的世界地图里。在他的感应中，这几年的世界本来就走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关口，中东的旧秩序在剧烈震荡，俄乌之间的战火在寻找一个惨烈的收场方式，而原本看似铁板一块的俄罗斯和中国，这对组合也会因为军火，因为利益，因为对印度的不同态度而出现裂痕，慢慢走向分道扬镳。帕克的意思是，从2026年到2030年这短短几年，是人类历史的一道门槛，旧的世界正在崩塌，新的世界还没成型，而台湾海峡正好就架在这道门槛最危险的那一段上。在这张更大的地图里，帕克还丢出了一个让无数人议论纷纷的判断，这个判断甚至直接指向了那只雄鹰的主人。他说，他早在很久以前就感应到，美国的那位领袖未来竟然有可能打破常规，继续留在权力的位置上。很多人听了直摇头，说这根本违反美国的宪法，怎么可能？可帕克的回答耐人寻味。他说，他之所以会看到这个画面，正是因为他感觉到未来会有一场巨大的全球冲突，大到让正常的权力交接变得几乎不可能顺利进行下去。而这场冲突的引爆点，他说很可能就是台湾。你看，绕了一大圈，所有的线索最后又全都绕回了这条窄窄的海峡。在帕克的感应里，台湾不只是一座岛的命运，它甚至牵动着那只雄鹰自己内部的权力走向。一座小岛的风吹草动，竟然能改写一个超级强权的政治规则，这份分量你现在感受到了吗？好，预言的部分我们先放一放。你可能会想，这些都是先知的个人感应，听听就好，当不得真。那我们现在就把镜头狠狠拉回现实世界，看一个冷冰冰、硬邦邦的事实。这个事实会让你重新看待帕克那句小岛变超级大国的话，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台湾这座小岛现在这一刻就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只不过它的超级不在领土，不在人口，不在飞弹的数量，而在一样别的东西上。这样东西叫做晶片。
今天你手里的手机、桌上的电脑、路上跑的电动车、医院里救命的仪器、天上飞的卫星，乃至于这几年彻底改变全世界的人工智慧，全都离不开一颗颗比指甲还小的晶片。而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有将近 90% 是在台湾这座小岛上制造出来的。如果只看那些用来训练最顶尖人工智慧模型的晶片，台湾的占比甚至高到接近 99%。换句话说，地球上几乎所有最聪明的机器，它们的大脑都得从这座小岛上生出来。整个台湾也包办了全球超过 60% 的晶圆代工。这个世界可以没有很多东西，但它一天都离不开台湾的晶片，这不是空话。你还记得那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吗？当时台湾的晶片产线只是稍微卡了一下，结果呢，大洋彼岸的汽车工厂一座接一座的停工，因为造不出车子里那几颗小小的晶片。从欧洲到美洲到亚洲，无数的生产线跟着一起瘫痪。那一次，全世界第一次活生生地体会到，当台湾的晶片打一个喷嚏，整个地球都要跟着重感冒。那只是稍微卡一下。你能想象，如果有一天这座小岛上的晶圆厂彻底停摆，会是什么光景吗？而且你千万别以为这只是台湾一座岛的事，它其实和地球上每一个人的日子都紧紧绑在一起。你想想看，假如有一天这条海峡真的被封死，这座岛上的晶圆厂真的停了下来，那么最先感受到的恐怕就是你我的口袋。你手里的手机可能要等上1-2年才买得到，价格还翻了好几倍。你想换的那台电脑、那辆电动车全都遥遥无期。从医院的仪器到工厂的机器，到天上的卫星，整个现代世界赖以运转的那根神经都会在一夕之间被狠狠掐住。一座小岛打一个喷嚏，全世界跟着重感冒，这句话听起来像夸张，可它偏偏就是这个时代最真实也最脆弱的一条命脉。而且你要知道，巨龙想要扼住这座小岛的咽喉，根本不一定需要真的开战，不一定需要一兵一卒踏上海滩。专家们早就警告过，还有一种更阴险也更难对付的招数，叫做封锁。巨龙只要派出大批的军舰和海警船，把这座岛周围的海域层层围住，掐断进出的航线，那么这座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岛屿，光是能源和粮食的运补被卡住，就足以陷入巨大的危机。他甚至不用打你一枪，只要把你围起来，慢慢的耗，慢慢的勒，就能达到目的。而这种不开第一枪的招数，最让那只雄鹰头痛，因为它让雄鹰陷入一个天大的两难，到底要不要为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围困，去冒这个天大的风险？这就是台湾每天都要面对的看不见的刀光剑影。而在这场较量的水面之下，还有一条更深的暗线，那就是晶片本身的战争。这几年，那只雄鹰为了遏制巨龙在科技上的追赶，下了狠手，禁止把最先进的晶片和制造设备卖给巨龙。这一招等于是掐住了巨龙在人工智慧时代往上爬的那条最关键的脖子。巨龙当然不甘心，他砸下天文数字般的资金，拼了命想造出自己的高阶晶片，想摆脱对外面的依赖。可偏偏全世界最顶尖的那套本事依然牢牢握在那座小岛的手里。你发现了吗？这条巨龙一方面被那面晶片的盾牌挡着，不敢硬来，另一方面又被晶片的封锁卡着喉咙，眼睁睁看着自己最想要的那颗果子挂在最危险的那棵树上。这种又渴望又忌惮又焦虑的复杂心情，正是让这条巨龙坐立难安，不断伺机而动的深层原因之一。而这一切的紧张之所以在这几年突然被推到了顶点，还有一个谁都绕不开的原因，那就是人工智慧的大爆发。这几年，人工智慧像野火一样席卷全世界，而喂养这头巨兽的正是台湾制造的那些最顶尖的晶片。谁能拿到更多更强的晶片，谁就能在这场决定未来的人工智慧竞赛里跑得更快。于是，原本就无可取代的台湾晶片，如今更是变成了所有强权眼中比黄金还珍贵的命脉。你想想看，当全世界都在为了同一头巨兽的口粮而疯狂竞争，而这份口粮的源头几乎全都来自同一座小岛，那么这座小岛周围的气氛怎么可能不紧张到极点？
帕克把高危的时刻指向2027年前后，恰恰也正是人工智慧竞赛预计会白热化到无以复加的那几年。这中间的呼应是巧合，还是某种更深的必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专家给这件事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细盾。细就是制造晶片的材料，盾就是盾牌。意思是说，正因为全世界都离不开台湾的晶片，所以那条巨龙才不敢轻易动手，因为他太清楚，一旦真的打下去，台湾的晶圆厂停摆，全球经济会在短短几天之内天翻地覆，连巨龙自己都要跟着一起摔进深渊。有学者甚至直接给台湾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利基超级大国。利基的意思就是在一个极窄但极关键的领域里做到了无可取代。一座小岛靠着一颗小小的晶片，硬生生在巨龙嘴边撑起了一面谁都不敢砸的盾牌。这难道不正是帕克说的小小台湾变超级大国吗？而台湾的厉害还不止在晶片。打开地图你会看到，这座小岛正好卡在一条叫做第一岛链的关键线上，北边连着日本，南边接着菲律宾。它就像一道天然的闸门，锁住了巨龙通往广阔太平洋的去路。谁握住了台湾，谁就握住了整片西太平洋的咽喉。一边是握住全世界大脑的晶片，一边是握住整片海洋咽喉的地理位置。你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这么一座小岛会让两个超级强权为它寝食难安，斗得你死我活？而巨龙对这座岛的执念，其实还有一层更深、更说不出口的原因。你想想看，这座岛上生活的和巨龙治下的本是同文同种的一群人，说着相近的语言，流着相近的血。可是这座小岛却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它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开放的，人民可以自己选出领导人的社会。这对那条巨龙来说是一种如芒在背的存在，因为这座岛用它每一天的繁荣和自由，活生生地证明了一件事：原来华人社会也完全可以拥抱民主，也完全可以活得既富足又有尊严。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海峡对岸那套说辞的破绽。所以巨龙真正想抹掉的，从来不只是这座岛的土地，更是这个让他寝食难安的另一种可能。而这恰恰也呼应了帕克的那个预言，这座小岛上的自由种子，未来会反过来影响整条巨龙的命运走向。我们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假如帕克的预言真的成真，假如有一天这座小岛周围的海域真的亮起了红灯，那会是怎样的一幅光景？消息传出去的第一个小时，全世界的股市可能就要一片血红，因为投资人很清楚，全球最重要的晶片供应可能要断了。紧接着，从手机到电脑到汽车，到所有你想得到的电子产品，价格可能一夜之间飞涨，因为大家都知道，存货用完之后，短时间内再也补不上了。各国政府会连夜开紧急会议，工厂会评估自己还能撑几天，普通人会涌进超市抢购。而这一切的源头，仅仅是因为地球上某一个角落，一座小岛周围的海面上出现了一点异常。这就是这座小岛的分量。它平静的时候，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一旦它有事，整个地球都要跟着天摇地动。这份分量，古往今来又有几个庞然大物能够拥有？而就在2026年的1月，这面盾牌又被加固了一层。台湾和美国谈成了一笔惊人的交易，台湾方面将投入高达2500亿美元进入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双方把彼此的命运绑得更紧。但最关键的一点是，那些最尖端的制程，也就是业界称为2奈米的这条最顶级的生产线，依然牢牢留在台湾本岛，至少留到这个10年结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台湾很清楚自己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他把这颗王牌死死攥在手里，谁想要就得先保护他的安全。不过这面细盾也藏着一个让人睡不安稳的隐忧。有人就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当台湾把越来越多最先进的产能一座一座工厂地往美国搬，往太平洋的另一头搬，那么留在这座岛上的盾牌会不会反而越来越薄？换句话说，假如有一天全世界就算绕过台湾本岛也能拿到足够多的尖端晶片，那么这座小岛在大国眼里的分量
会不会也跟着悄悄变轻？这正是台湾必须小心翼翼走着的一条钢索。一边他得靠着把自己的命运和盟友牢牢绑在一起，来换取最关键的保护；另一边他又得死死守住自己手里那块最后的、谁也抢不走的王牌。细盾从来都不是一面能让人永远高枕无忧的盾牌，他需要这座岛年复一年的用最顶尖的技术亲手把它擦得更亮。但这里面也藏着一道让全岛都揪心的裂缝，更藏着一个让人感慨万千的矛盾。岛内有不少人开始担心，把太多最先进的产能搬到美国去，会不会反而让这面盾牌一点一点的变薄？有人甚至尖锐的批评，这等于是把最值钱的家当当成保护费送了出去。而更深的那个矛盾在于，这座小岛之所以安全，是因为它太重要，全世界都离不开它，所以没有人敢让它出事。可这座小岛之所以危险，恰恰也是因为它太重要，谁能掌控它，谁就握住了天大的筹码，所以巨龙才会对他如此志在必得。换句话说，那面保护他的盾牌，同时也是那个招来觊觎的诱饵，重要，是他最坚实的铠甲，也是他最深的软肋。这就是台湾最深刻也最无解的宿命。它既因为珍贵而被守护，又因为珍贵而被盯上，走在一条两边都是万丈深渊的钢索上。也许有人会问，晶片这种东西，别的国家难道造不出来吗？为什么非得是台湾？这正是这座小岛最厉害，也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制造最顶尖的晶片，靠的不是一两座工厂，也不是砸钱就能立刻买到的机器，而是几十年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那种近乎工艺品的极致功夫。从成千上万个工程师日积月累的经验，到整条供应链环环相扣的默契，再到那种把良率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往上磨的执着，这些东西是别人想学也学不来，想抢也抢不走的。就算把整套设备原封不动搬到别的地方，没有那群人，没有那份积累，也未必造得出同样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拼了命想要分散风险，喊了这么多年，到头来最尖端的那一块，还是只能眼巴巴地依赖这座小岛。一座小岛靠着几十年磨出来的这身真功夫，把全世界都牢牢地绑在了自己身上。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抬起头，看看台湾上空那两个巨大的身影了。一只是雄鹰，那是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另一条是巨龙，那是海峡对岸的中国。帕克的那句话，雄鹰与巨龙在台湾上空对峙，在今天的现实里，正一天比一天具体。这几年，巨龙对着这座小岛做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演习，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密密麻麻的战机呼啸着掠过海峡中线，一艘艘灰色的军舰把整座岛屿团团围住，飞弹的演练一轮接着一轮，每一次演习都像是在彩排一场真正的围城大戏，也像是在一步一步试探，看看那只雄鹰会不会出手，看看世界会有什么反应。每一次，台湾上空的弦都被拉得更紧一分。而且坦白说，这些年海峡两岸的力量对比正在悄悄地朝着巨龙那边倾斜。巨龙这几十年砸下了天文数字的军费，打造出一支规模惊人的海空力量，无论是军舰的数量，还是飞弹的射程，都让周边国家不敢小觑。有分析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如今的局面已经让那只雄鹰，就算真的想出手相救，要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都比过去高出太多太多。这也正是为什么这座小岛必须拼了命地强化自己的防卫，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在这场越来越悬殊的对峙里，最终能真正靠得住的，只有自己手里那根攥得发烫的弦。而这座小岛确实没有坐以待毙。就在2026年的5月，台湾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笔规模庞大的特别预算，将近248亿美元，分成8年，专门用来向美国采购武器，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台湾的领导人赖清德也公开表示，要把国防预算提高到接近全岛生产总值的 3.3%。 不过这条自我武装的路走得并不顺畅，岛内的政治力量为了这笔钱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通过的特别预算比原本行政部门提出的数字硬生生砍掉了将近40%。你看，光是要不要为自己的安全多掏一点钱，这座小岛内部就已经争得面红耳赤。
赖清德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未来这一年对台湾来说将是极为关键的一年，要做最坏的打算，但要抱最好的希望。你听，这话里头既有山雨欲来的紧张，也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悲壮。那么，面对那条庞大的巨龙，这座小岛真的有自保之力吗？这些年，越来越多人开始谈论一种叫做刺猬的策略，意思是说，台湾未必要去和巨龙比拼那些昂贵的大型战舰和战机，而是把自己武装成一只浑身是刺的刺猬，到处布满让对方难以下咽的尖刺，比如大量灵活又便宜的飞弹、无人机、水雷，让巨龙就算扑上来，也要被扎得鲜血淋漓，付出惨重到无法承受的代价。再加上这座岛屿本身的地理条件，其实对防守的一方相当有利，它四面环海，那道宽宽的海峡本身就是一道天然的护城河。登陆作战本来就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而岛的内陆又多是险峻的高山，易守难攻。一只浑身是刺的刺猬蹲在一座被海水和高山环绕的堡垒里，这就是这座小岛想要在巨龙嘴边活下去的最现实的盘算。可是雄鹰的态度却始终带着一层看不透的迷雾。美国嘴上一直说支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反对任何一方用武力片面改变现状，但几十年来，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刻意保持着一种模糊，它从来没有白纸黑字的保证，万一巨龙真的扑上来，雄鹰一定会亲自下场流自己的血。这种模糊是一把双面刃，它既让巨龙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摸不清雄鹰的底牌，也让小岛时时刻刻悬着一颗心，因为他永远不知道那只盘旋在高空的雄鹰到了最后一刻究竟会俯冲下来救他，还是会转过身默默飞走。更何况这几年美国国内自己也是风波不断，这只雄鹰的注意力会不会被别的事情牵走，没有人能说得准。这份说不准正是压在这座小岛心头最重的一块石头。你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当你把整个身家性命都压在一个从来没给过你任何白纸黑字承诺的盟友身上，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你没日没夜的强化军备，一笔一笔的掏钱买武器，可心里那个最大的问号却始终高高悬着。到了真正生死关头的那一刻，那只雄鹰到底会不会来？而换到雄鹰自己的角度，这同样是一道天大的难题。为了一座远在太平洋另一头的小岛，值不值得赌上自家年轻士兵的性命？值不值得和那条手握核武的巨龙正面硬碰硬，把一场区域里的冲突活生生拖成一场谁都承受不起的世界大战？正是这份犹豫，这份算计，让帕克口中那场意外才有了真正失控的可能。因为当所有人都在猜对方的底牌，当每一方都笃定对方不敢先动手的时候，误判就成了最容易发生也最致命的那一件事。更要命的是，这场对峙早就不只是雄鹰和巨龙两个的事了。巨龙的东边还站着一个越来越紧张的日本。这2年，日本因为高层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表态，和巨龙的关系急转直下。巨龙对日本施加了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压力，逼他把话收回去。有意思的是，帕克早在很多年前就预言过，日本会因为感到威胁而开始打造自己的强大军备，甚至认真考虑发展能够自保的下组力量。如今你再看，日本一边顶着压力，一边默默地强化军备，甚至开始认真讨论要不要打造能对抗巨龙和北方邻居的更强防卫力量。这不正一步步应验了吗？与此同时，在更南边的南海，巨龙的船只也和周边国家一次次地擦出火花，在那些争议的岛礁附近反复角力。你会发现，整个西太平洋就像一锅越烧越烫的水，而台湾海峡正好就架在火最旺的那一点上。有意思的是，帕克在描绘这场亚太大变局的时候，还特别点到了另一个国家澳洲。他预言，在这场新旧秩序的更替里，澳洲会异军突起，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和科技力量，甚至连那些尖端的火箭发射都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澳洲的土地上。你把这些线索拼在一起看，就会明白，帕克眼中的未来并不是某一个超级强权独自称霸的世界，而是一张全新的
有许多力量重新洗牌、重新组合的大网。日本在强化军备，澳洲在崛起，印度在觉醒，而这张大网最敏感、最关键的那个结，恰恰就打在台湾的身上。动一动这个结，整张网都要跟着震颤。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巨龙这么想要这座岛，这些年也摆出了这么大的阵仗，为什么他迟迟不肯真正动手，只是不断的伺机而动？这就要回到帕克那句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判断了。他在解读这条巨龙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谨慎，甚至有点凝重的态度。他注意到这几年巨龙的内部发生了一连串高层的清洗和权力重组，一批又一批的军方高层被拿下、被消失。那个场面在帕克看来几乎像是一场无声的政变，只是外面的世界还没看清它的全貌而已。帕克反复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得极其犀利，也极其关键。他说，这条巨龙的主人到底是在主动清除威胁，还是其实是因为他自己虚弱了，正在一点一点失去控制？这两种情况表面看起来很像，骨子里却天差地别。一个是强者在加固自己的权力，一个是强者在崩塌的边缘拼命挣扎。而帕克最担心的恰恰是后面这一种，因为他指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规律。当一个权力结构开始变得不稳，那些刚刚被提拔上来的新人往往最急于证明自己，最想在历史上赶紧留下一笔。在这种时候，制造一个外部的敌人，发动一场对外的战争，就成了转移内部压力最直接也最危险的办法。你听懂这里面的可怕了吗？我们总以为巨龙越强大，台湾就越危险，可帕克的逻辑却整个反了过来。他暗示，真正最危险的时刻，反而是巨龙开始虚弱、开始内乱的那一刻。一条健康的龙会精打细算，会权衡利弊，会因为那面盾牌，因为那个无法承受的代价而忌惮三分，把爪子收回去。可一条病了的龙，一条内部正在撕裂的龙，它可能会在绝望和恐慌之中做出最不理性的选择，把整座岛连同整个世界一起拖下水，只为了给自己内部那座快要喷发的火山找一个朝外的出口。回头看看人类的历史，多少场惨烈的战争并不是因为一个国家太强盛，而恰恰是因为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想用一场对外的胜利来替自己续命。这就是恶龙正在伺机而动这句话背后最深的那一层含义。他等的也许并不是动手的最佳时机，而是他自己再也撑不下去的那一刻。我们再把这层意思说得更透一点，对一个正在内部动荡的政权来说，最可怕的敌人往往不是外面的对手，而是内部那股随时可能爆发的不满。当经济开始放缓，当民间的怨气开始累积，当权力的核心开始互相猜忌，这个政权就会本能地想要找一个东西来把所有人的注意力从内部的问题上引开到外面去。而还有什么比一场关于民族尊严、关于统一大业的对外行动更能瞬间点燃一整个民族的情绪，更能让所有的内部矛盾暂时被搁在一边呢？这就是帕克最深的忧虑所在。他怕的不是一个强盛自信的巨龙，他怕的是一个焦虑恐慌的巨龙，在内外交迫之下，把这座小岛当成了那个用来转移视线、凝聚人心的祭品。一个输不起的赌徒，往往才是牌桌上最危险的那一个。可是，故事如果只停在这里，那未免太绝望了。别忘了，帕克的核心预言从头到尾都不是台湾的毁灭，而是台湾的崛起，是巨龙的蜕变。他看到的是这条巨龙在经历剧烈的阵痛之后，从中间裂开，然后浴火重生。他说，这场变革不会像中东那些动乱一样血流成河，但会是一场由人民自己发起的，有时甚至带着激烈手段的对腐败和不公的清算。最有意思的是，他甚至感觉到最初推动这场变革的力量会来自一些非常意想不到的地方，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来自那些对旧秩序积怨最深的普通百姓。一场由底层点燃的火，最终烧向了整座旧殿堂。帕克对这场巨变的细节描绘得相当具体。他说，这场风暴的几个关键爆发点会出现在那些早就埋着不满的角落，比如香港，比如蒙古，比如那些和邻国有着海上争议的地方。他甚至预言，
最先站出来反抗腐败的，可能会是一些抱持着旧有信念的人，他们会用一种近乎决绝的方式，向那些贪赃枉法的权贵开刀，而这把火一旦点起，就会迅速蔓延成一场对民主的呼唤。当局越是想要压制，越是想要封锁人们的声音，这股反弹的力量就越是汹涌。帕克强调，这场变革虽然也会有流血和激烈的一面，但整体上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彻底失控，沦为一场无止境的血腥内战。它更像是一次痛苦的，却最终走向新生的分娩。而在这场巨变之后，帕克描绘了一幅相当动人的图景。他说，当这条巨龙的经济引擎慢下来之后，它会经历一场深刻的灵性觉醒。那些古老的、被冷落了很久的东方智慧会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里，道家的思想会复兴，人们会重新拾起对天地自然的那份敬畏。这片土地会慢慢变成一个更快乐的地方，人们不再只盯着物质的得失打转，而是从自己几千年的文化根脉里重新找回幸福的源头。帕克说，那段沉重的历史到时候不再是一个包袱，反而会变成一个更光明未来的坚实地基。与此同时，他说西边的印度也会崛起，不只是经济上的崛起，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引领。印度古老的灵性智慧会在这个新时代里给全世界带来一种全新的眼光。他甚至预言，连那片高原上的古老土地未来都会迎来自己的解放，变成一座属于全人类的精神圣地。如果你把帕克的这整套预言连起来看，你会发现他其实在讲一个更宏大的故事，一个关于旧时代落幕、新时代诞生的故事。在他的感应里，我们这一代人正好活在两个时代交接的缝隙当中。旧的那一套，那些靠着拳头和体量说话的逻辑，那些只盯着物质和权力的活法，正在一点一点地走到尽头。而新的那一套会更看重智慧，看重精神，看重人与人、国与国之间那种彼此尊重的连结。而在这场横跨整个地球的巨大转场里，台湾这座小岛被推到了舞台的正中央。它不只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在帕克的眼中，它更像是一颗种子，一颗预示着旧世界如何走向终结，新世界如何破土而出的关键种子。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全部串到一起。你有没有发现，这整个故事的内核其实藏着一个极其古老的主题，那就是渺小的智慧如何战胜庞大的蛮力。那条巨龙拥有的是体量，是领土，是飞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力量。而这座小岛拥有的是什么？是头脑，是那颗小小的却聪明绝顶的晶片，是那一点点从100年前就埋下的关于民主与自由的种子。巨龙有的是肌肉，小岛有的是大脑。而帕克的整个预言从头到尾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最后决定胜负的从来都不是肌肉，而是大脑。这个道理其实刻在我们人类的骨子里。回想一下，我们这个物种当年凭什么从众多更强壮、更凶猛的对手中脱颖而出？我们的祖先论力气、论体格、论尖牙利爪，样样都不如人，可我们偏偏靠着一颗会思考、会合作、会想象的大脑，最终站到了万物的顶端。决定一个物种命运的，从来不是它的肌肉有多发达，而是它的脑子有多聪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只懂得扩张领土、堆砌军备的巨人，未必斗得过一个真正掌握了时代钥匙的智者。在这个意义上，台湾这座小岛和那条巨龙的对峙，简直就像是一场浓缩的关于智慧与蛮力的古老预言，又一次在我们眼前活生生的上演。翻开人类的历史，这样的故事其实一遍又一遍的上演过。多少庞大到看似不可一世的帝国，最后败在了一个个更灵活、更聪明、更懂得用智慧而不是用蛮力的小帮手上。体量大不一定赢，反而常常因为太笨重、太僵硬，在时代的转弯处重重地摔了下去。而真正能笑到最后的，往往是那个握住了时代命脉的聪明人。在今天这个由晶片和人工智慧驱动的新时代，游戏规则悄悄地变了。在过去，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可是现在，谁掌握了最聪明的那颗大脑，谁才是真正的王者。
而这颗全世界都抢着要的大脑，恰恰就长在这座被巨龙盯了70多年的小岛上。这就是为什么一座小小的台湾能变成超级大国，它的超级从来不是要去征服谁，不是要去吞并谁，而是它握住了这个时代最稀缺、最无可取代的东西。雄鹰想要它，巨龙想要它，可它就是它，谁也抢不走，谁也复制不了。这颗晶片里的智慧，这片土地上的自由，就是这座小岛最强的护身符，也是它最深的命运。帕克说它会崛起，会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这句话也许并没有那么荒诞。它崛起的方式不是靠飞弹，不是靠军队，而是靠他脑子里装着的这个世界片刻都离不开的东西。想到这里，你会发现台湾的故事早就超越了一座岛，一个政权的范畴，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顶上。他在问，这个世界未来究竟要用什么方式来运转？是继续让拳头最大的人说了算，还是让掌握智慧的人来引领？是让恐惧和野心主宰一切，还是让尊重与合作开出新的花来？帕克用他的方式给出了一个偏向光明的答案。他相信，经过一场惨痛的阵痛之后，这个世界终究会走向一个更成熟、更有智慧的新阶段，而台湾会在这个转折里扮演那个四两拨千斤的关键角色。这个答案会不会成真，没有人知道，但光是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的思考了。当然，我们必须非常清醒地说一句，帕克的这些话终究只是一位先知的个人感应，是一种对未来的猜测，没有任何人能保证它一定会发生。历史从来不是一本早就写好的剧本，它是无数人的选择，在每一个当下一笔一笔地写出来的。那场海上的碰撞会不会真的发生？那条巨龙会走向重生，还是会走向更黑暗的深渊？那只雄鹰到了最后一刻会俯冲还是会离开？这座小岛内部会团结还是会继续内耗？这些问题，今天没有任何人能给出答案。我们能做的，只是把这些线索摆在眼前，然后睁大眼睛，看着它一步一步地展开。但有一件事是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座小小的岛屿，此时此刻正站在整个世界的风暴眼里。它的头顶上，雄鹰盘旋，巨龙俯视海峡两岸的空气，绷得像一根随时会断的弦。它的手里攥着一颗能点亮全世界，也能让全世界瞬间陷入黑暗的晶片。它的脚下是一条被无数预言反复指向的通往未来的窄路。而在这座岛上生活的2300多万人，每一天都在这份巨大的不确定里，照常上班，照常上学，照常过着自己的小日子。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勇气和体面。帕克说，这座岛会崛起，会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也许这是一句疯话，也许这是一句真话，可无论如何，当风暴真的来临的那一天，我们都会记得，这一切的中心，这个小到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小岛，曾经被一位英国先知郑重地预言过。那么，你相信吗？你觉得这座小小的台湾真的会变成那个决定世界未来的超级大国吗？那条伺机而动的恶龙最终会扑下来，还是会在自己的内乱中悄悄崩解？而那只高空盘旋的雄鹰到了最后一刻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场横跨海峡的世纪大戏，下一幕究竟会怎么演？欢迎你把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写在下面的留言区，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个旧世界正在崩塌，新世界尚未成型的关口，这座小岛会把整个人类带向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这场戏横跨中东沙漠与北欧冰原，牵扯进美国总统、伊朗最高领袖、丹麦首相、俄罗斯影子舰队，甚至还有3位神准的预言家。你没听错，在2026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代号史诗之怒的突袭之前，在川普威胁要武力拿下格陵兰之前，在波罗的海海底电缆一条接一条被割断之前，至少有3位预言家已经提前把剧本写好了。他们是谁？他们看到了什么？而更重要的是，这场大戏背后到底藏着一盘什么样的棋？先别急，我们一步一步来拆解。今天这期内容信息量极大，
建议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泡杯茶，因为接下来的故事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故事要从2025年底说起，那时候全世界还沉浸在加萨停火的短暂喜悦中。川普刚在10月份促成了以色列和哈马斯的20点和平协议，白宫的新闻稿写得花团锦簇，说什么中东和平新纪元。可就在这个时候，3个人分别在英国、澳洲和美国几乎同时发出了令人不安的警告。第一位是英国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帕克这个人，常看预言频道的朋友应该不陌生。他曾经准确预言过川普当选、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爆发，甚至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去世都被他提前说中。2025年12月30号，帕克上传了一部影片，说2026年将是一个清算之年。他特别提到伊朗，说他长期以来一直在谈论伊朗革命，现在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他还说，伊朗的核设施和领导层将遭受精准打击，而战事在3月将进入第2阶段。你听到了吗？精准打击领导层，3月第2阶段。2026年2月28号，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突袭，第一波攻击就击杀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3月，战事果然进入了新阶段，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全球油价飙升。帕克的预言几乎每一条都在兑现。第2位是澳洲占星家杰西卡·亚当斯。亚当斯曾经精准预测了2016年川普胜选、2024年川普遇刺，以及2020年新冠全球大爆发。他在2025年底断言，2026年全球版图将迎来天崩地裂的巨变，边界将被重新绘制。他还给出了非常具体的时间表，说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的最沉重阶段将在2月14号前后结束，而到了7月底，中东将迎来崭新格局。更惊人的是，他提到了地图重绘，这与后来川普试图夺取格陵兰危机席卷北欧的情节简直不谋而合。第3位是美国的金融预言家比格斯。比格斯以预测经济走势闻名，他曾经准确预言川普会再次当选总统，还警告过2025年4月川普关税风暴将引发全球市场动荡。果然，川普在2025年4月2号宣布对多国课征惩罚性关税，台湾被课了 32% 的重税，全球股市剧烈震荡。比格斯后来更进一步警告，川普将引爆一场超越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金融风暴。他甚至描述了一个惊人的画面，他曾看到川普跪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中痛哭祈祷，仿佛在为自己的错误政策深感懊悔。3位预言家，3个不同的领域，3种不同的方法，却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方向。2026年，世界将天翻地覆。而现在回头看，他们的预言一一应验。那么问题来了，他们真的是看到了未来吗？还是说这些事件的种子其实早就埋好了，只是大多数人选择了视而不见？我们先来想一个问题，如果你在2025年底告诉任何一个国际关系学者，明年2月，美国会和以色列一起暗杀伊朗最高领袖，同时美国总统会威胁武力夺取北约盟国的领土，而波罗的海的海底电缆会被俄罗斯影子舰队反复割断，他大概会觉得你看了太多阴谋论。但这3件事确确实实在短短几个月内全部发生了，巧合吗？还是说有一条更深层的逻辑线把它们串在一起？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到中东。2025年1月20号，川普第2次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一次跟8年前不一样了，共和党同时控制了参众两院，给了他完全执政的权利。多位分析师指出，川普 2.0 的政策手段会更加激进，尤其2025到2026年是他为自己历史定位铺路的关键头2年。他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终结中东战争，可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却让所有人跌破眼镜。他提议美国接管加萨走廊，把200万巴勒斯坦人迁走，然后把加萨打造成中东的里维耶拉。这个提议遭到国际社会几乎一面倒的反对，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表示强力支持。从这一刻开始，你就能看出川普的套路了，他不是在促进和平，他是在做交易。对川普来说，中东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2025年5月，川普展开了他第2任期的第1次中东之旅，访问了沙乌地阿拉伯、
卡达和阿联酋。这趟行程的成果令人瞠目结舌。波音与卡达航空签下了640亿美元的创纪录订单，与阿联酋的阿提哈德航空签了145亿。沙乌地承诺6000亿美元的投资，卡达最终将达到1.2万亿。最夸张的是，卡达送了川普一架价值4亿美元的波音747豪华客机，用来替换老化的空军1号。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外国赠礼，引发了大量法律和道德争议。但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些金额，真正重要的是，川普在利雅得参加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峰会，在那里他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会见了叙利亚新任总统艾哈迈德·沙拉。这是近25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与叙利亚领导人面对面。川普还宣布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制裁，叙利亚官员欢呼，这是巨大的突破。看到了吗？川普的棋路非常清晰，用商业利益拉拢海湾国家，用解除制裁拉拢叙利亚，然后一步步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版图。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让沙乌地阿拉伯与以色列建交。如果这一步达成，那就是自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以来，中东最大的外交突破。而对川普个人而言，这会是他政治遗产的皇冠上的宝石，甚至可能为他赢得那个他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和平奖。2025年10月，他确实差点得到它。当时哥伦比亚学者和多位美国政客都在为他游说，连那年的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玛利亚·马查多都公开说川普绝对值得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但最终他还是错过了，而这份错过竟然成了他后来威胁格陵兰的理由之一。但沙乌地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2025年11月，他在白宫与川普会面时，虽然承诺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和采购 F-35 战斗机，但就是不肯宣布与以色列建交。他的条件很明确，以色列必须接受巴勒斯坦建国的可信且有结构的路径，而民调更是残酷。2025年8月的调查显示， 99% 的沙乌地受访者认为与以色列建交是负面的。你没看错， 99%。 那怎么办？川普的答案是先搞定伊朗。伊朗是这盘棋上最关键的一颗子，只要伊朗这个邪恶轴心还在，海湾国家就有理由不跟以色列走得太近，因为他们需要跟德黑兰维持微妙的平衡。但如果伊朗政权垮了呢？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就已经对伊朗发动了一场12天战争。这场战争摧毁了伊朗大量的核设施和防空系统，还击杀了多名高级军事指挥官和核科学家。以色列突击队和摩萨德特工在伊朗境内执行了多次行动，纳坦兹、伊斯法罕和福尔多的核设施都遭到了严重破坏。伊朗在战后暂停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指控该机构向以色列泄露了核设施和科学家的信息。美国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在3月份曾作证说，情报界评估伊朗并未在制造核武器，但这并没有阻止以色列的行动。川普后来甚至为这场战争取了个名字叫12天战争，有人说这是在向1967年的6日战争致敬。12天战争结束后，伊朗元气大伤。2025年底，伊朗爆发了3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运动，里亚尔汇率跌破140万，通膨高达 52%， 民生彻底失控。抗议从德黑兰的市集罢市开始，迅速席卷全国，口号从经济诉求转向推翻政权，甚至有人公开支持流亡的王储。2026年1月，伊朗安全部队杀害了数千名抗议者，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川普看到了机会，他威胁说，如果抗议者受到伤害，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但同时，他又通过阿曼进行间接的核谈判。2月份的谈判据说取得了重大进展。阿曼外长说，伊朗愿意做出让步，但川普对谈判结果不满意。然后2026年2月28号，一切都爆发了。美国和以色列在12小时内对伊朗发动了近900次打击，目标包括导弹设施、防空系统、军事基础设施和领导层，代号史诗之怒。第一波攻击就击杀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的女儿、女婿和孙子也在袭击中丧生。根据 CBS 新闻的报道，至少40名伊朗高官在袭击中遇难。美军动用了 B-2 隐形轰炸机，携带2000磅炸弹打击伊朗的弹道导弹设施。仅仅在前12小时内，
美军中央司令部就打击了超过1000个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主播含泪宣布了哈梅内伊的死讯，德黑兰的革命广场和其他城市的公共场所挤满了悼念者，高呼真主的雄狮被杀了。伊朗的反击来得很快，他们向以色列、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以及多个海湾国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乌地、阿拉伯、卡达、科威特和阿联酋都遭到了攻击。伊朗还封锁了荷姆兹海峡，全球 20% 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通道被切断，油价飙升到了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国际能源署的负责人警告说，这场危机比70年代的2次能源危机和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加起来还要严重。截至3月下旬，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4周，伊朗至少有1500人死亡，以色列有18人，美军有13名士兵阵亡，海湾国家有21人。而最新的消息是，川普在3月23号宣布，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好的、富有成效的对话，双方正在就全面彻底解决中东敌对行动进行谈判。他暂停了对伊朗电厂的打击5天，但伊朗官方否认有任何谈判在进行。这场战争对全球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荷姆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每天有大约2100万桶石油通过这里，占全球石油供应的大约 20%。 伊朗对海峡的封锁导致全球油价一飞冲天，亚洲国家出现了烹饪用燃气短缺，航班取消，航线改道，贸易中断，整个中东地区的航空都受到了影响。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一度关闭，全球旅行变得异常困难，正如帕克所预言的那样。而在外交层面，川普的作风也让盟友们目瞪口呆。3月20号，他在社群媒体上公开抨击北约是纸老虎，指责北约在伊朗战事中没有提供帮助。他写道，没有美国，北约就是纸老虎。与此同时，部分欧洲国家反而在从中东撤军，明确表态不参与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裂痕正在急速扩大，这就是川普的套路，先用武力把你打趴下，然后好心地伸出手说，来吧，我们谈谈。这招他在朝鲜半岛用过一次，先威胁要火与怒毁灭朝鲜，然后跑去新加坡和金正恩握手言欢，现在又在伊朗用了一次，只是这一次的代价大得多，死的人也多得多。先前帮帕克说到的预言正在一一应验，而亚当斯所说的地图重绘也在中东上演。加萨的未来悬而未决，伊朗政权摇摇欲坠，叙利亚政权更迭，黎巴嫩真主党重新卷入战火，中东的版图真的在被重新绘制。但故事不仅仅发生在中东，就在美国把注意力投向波斯湾的同时，北欧的后院也烧起来了，而这把火是川普自己点的。先说格陵兰，格陵兰是丹麦的自治领土，面积比整个西欧还大，但人口只有 5.7 万人。它位于北极，拥有丰富的稀土矿产和巨大的战略价值。早在2019年第一任期时，川普就表示有兴趣购买格陵兰，被丹麦首相弗瑞德里克森斥为荒谬，川普因此取消了访问哥本哈根的计划。但川普不是个容易放弃的人。2025年1月，他重返白宫后，立刻重提格陵兰。他说美国需要格陵兰来保护国家安全。他的儿子小川普1月份就飞到格陵兰去考察，虽然没有与任何官方人员会面。2025年12月，川普正式任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为格陵兰特使，公开表示要让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丹麦外交部长召见了美国大使，称兰德里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然后到了2026年1月，事情彻底失控了。川普公开宣称，我们将在格陵兰采取行动，不管他们喜不喜欢。他拒绝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他在社群媒体上发帖说，北约告诉丹麦马上让他们离开。他还威胁要对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芬兰加征 10% 的进口关税。如果丹麦不同意出售格陵兰，6月1号还要加到 25%。 最离谱的是，川普在给挪威首相斯特勒的一封信中，把自己没有获得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跟格陵兰问题挂钩。他写道，他不再觉得自己有纯粹为和平着想的义务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总统因为没拿到和平奖就威胁武力吞并盟友的领土，
这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可以说是闻所未闻。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川普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的话：有一样东西能阻止我自己的道德准则，我自己的判断，那是唯一能阻止我的东西，我不需要国际法。《纽约时报》的记者后来写道，这是川普对自己世界观迄今为止最直白的承认。丹麦的反应出奇的强硬，首相佛瑞德里克森警告说，对格陵兰的武装攻击将意味着北约的终结。丹麦开始向格陵兰增派军队，派出了护卫舰和军事人员参加代号北极坚韧的联合军演。法国、德国、瑞典、挪威、芬兰和荷兰也纷纷表示支持，部分国家甚至向格陵兰派出了象征性的部队。欧盟威胁要启动反胁迫工具，限制美国科技公司进入欧盟单一市场。格陵兰人民的态度更是一面倒，议会所有政党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美国尊重格陵兰的主权，明确表示我们不想成为美国人。街头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者举着不就是不，停止威胁我们，美国佬滚回去的标语牌。格陵兰总理尼尔森说，在美国和丹麦之间做选择的话，格陵兰选择丹麦。最终在1月21号的达沃斯论坛上，川普被迫退缩了。路透社报道说，是他自己的幕僚反对入侵格陵兰，迫使他改变了立场。前美国驻北约大使伯恩斯说，川普在欧洲人强硬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抵制面前明显退缩了，而这是川普政府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有趣的是，格陵兰危机期间，俄罗斯的反应非常耐人寻味。当整件事不断升级的时候，俄罗斯发言人和官方媒体几乎是在为美国加油打气。为什么？因为美国威胁北约盟友正中俄罗斯下怀，北约内部的分裂是莫斯科梦寐以求的结果。但这场危机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丹麦首相佛瑞德里克森的支持率大幅上升，他趁势在3月宣布提前举行大选。分析人士说，这场选举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如何应对美国压力的公投，而格陵兰的独立讨论反而因为川普的威胁而暂时搁置了。因为格陵兰人发现，在面对外部威胁时，与丹麦站在一起比独立更安全。丹麦政府也大幅增加了对格陵兰的投入，支出增加了10倍。某种程度上，川普的威胁反而让丹麦和格陵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了。格陵兰危机只是北欧困境的一部分，另一条战线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波罗的海的海底电缆。波罗的海面积大约15万平方公里，周围被8个北约国家和俄罗斯环绕。它水浅狭窄，海底铺设了大量的电力电缆、通讯光缆和天然气管道，是连接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生命线。而就在2026年2月，波罗的海3国刚刚正式脱离了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电力联网，实现了能源独立。脱离的代价不小。爱沙尼亚从1月起就开始向消费者征收每兆瓦时 3.73 欧元的能源独立费，而几乎就在独立的同时，新的威胁又来了。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波罗的海的海底基础设施就开始频繁遭到破坏。最轰动的是2022年9月的北溪管道爆炸事件，此后事件一件接一件。2023年10月，连接瑞典和爱沙尼亚的数据电缆被割断。2024年11月，连接瑞典和立陶宛的光缆以及连接芬兰和德国的光缆几乎同时被切断。2024年12月的圣诞节，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电力电缆和4条通讯线路同时中断。2025年1月，又有一条连接拉脱维亚和瑞典哥特兰岛的光缆遭到破坏。几乎每一次事件都指向同一个嫌疑人——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这些老旧的油轮和货船用来规避西方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制裁，但同时也被怀疑充当了低技术的破坏工具。他们的手法非常简单粗暴，拖曳船锚在海底拖行数十甚至数百公里，把海底电缆割断。波罗的海水深平均只有55公尺，船锚很容易就能触及海底。2025年底的最后一天，芬兰电信公司 Elisa 在凌晨4点53分发现其连接赫尔辛基和塔林的光缆出现严重数据中断。芬兰边防军、海关、国防军全部出动。芬兰警方迅速扣押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往以色列的货船 Fitberg 号，怀疑它拖曳船锚切断了电缆。
芬兰总统斯图布发表声明，强调芬兰已准备好应对各种安全挑战。而5天后，拉脱维亚当局又登上了另一艘涉嫌破坏通讯线路的船只。接二连三的事件让北欧各国的神经绷到了极限。根据 Windward 海事情报公司的数据，在2024年2月到2025年2月的一年间，波罗的海有超过6万次船只抛锚活动，其中有 15% 的船只被标记为高风险， 41% 与俄罗斯政权有关联。北约的回应是在2025年1月启动了波罗的海哨兵行动，部署军舰、飞机和海军无人机来保护海底基础设施。英国领导的联合远征部队也启动了代号北欧守望者的监控系统，使用人工智慧来分析船只动态，计算每艘进入敏感区域的船只构成的风险。但专家坦诚，波罗的海太大了，不可能做到全覆盖。就像丹麦海军的斯文森所说，波罗的海看起来是个小海洋，但实际上是一片相当大的水域，我们不可能随时出现在每个地方，更何况这些攻击具有高度的灰色地带特征，船只可能有多个受益所有人登记在海外领地，所有权链条不透明，这让归因和追责变得极其困难，也给了俄罗斯可信的否认空间。俄罗斯否认了所有指控，称这些说法是恐俄症的表现。瑞典海军潜艇舰队指挥官瓦伦堡对 CBS 新闻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不是处于和平状态，但也不是处于战争状态。他说目前的情况非常接近冷战时期，当年美苏2个核武国家相互试探彼此的底线，却始终没有爆发全面军事冲突。而现在的波罗的海正在重演类似的场景。立陶宛前外长兰兹贝吉斯对 CBS 新闻说得更直白，过去20年几乎没有出过什么事，突然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事件几乎每个月都在发生。他说，如果北约不做出坚定统一的回应，普丁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北约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联盟，然后他可能会说，好吧，也许现在是测试他的时候了。海底电缆被割只是表象，真正让北欧国家夜不能寐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美国不再罩着我们了怎么办？这不是杞人忧天。202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把重心放在了本土防卫和西半球，同时聚焦印太地区和遏制中国，公开要求欧洲承担自身防御的主要责任。川普多次质疑欧洲盟友是否会帮助美国，嘲笑他们在阿富汗的军事贡献，还因为格陵兰问题与欧洲发生了正面冲突。在2026年1月，挪威情报机构发布了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明确指出，我们正面临自2战以来最严峻的安全形势。挪威国防部长桑德维克把俄罗斯列为对挪威和盟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他特别提到了俄罗斯在2026年1月9号使用真果木导弹打击的事件，指出这是俄罗斯利用核能力载具进行战略讯号传递的明确案例。换句话说，俄罗斯正在用核武器作为胁迫和风险操控的工具，而不仅仅是城市毁灭的工具。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以前不可想象的话题开始浮出水面：北欧是不是应该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残酷的逻辑。美国的核保护伞还可靠吗？法国曾经在60年前就得出了否定的结论，所以自己搞了核武器。现在，北欧国家也开始面对同样的问题。202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把欧洲防卫的优先级往后排了，强调本土防卫和印太地区才是重点。对北欧来说，这意味着美国可能不会为了赫尔辛基或哥本哈根而冒核战争的风险。2026年1月，一位名叫基布斯高的安全政策分析师在丹麦主要报纸上撰文，倡议建立北欧核武器联盟，整合资源，补充现有的法国和英国核武库，建立可信的威慑力。丹麦前外长科夫德走得更远，公开主张北欧防御联盟应该配备原子弹。而在2025年4月，法国就已经将几架具有核打击能力的疾风战斗机派到了瑞典最北端的空军基地。芬兰在2026年1月正式退出了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波兰在2025年2月宣布将追求最先进的能力，包括核武器和现代非常规武器。英国在6月宣布计划购买至少12架具有核打击能力的 F-35A 战斗机。沙乌地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互防协议，被猜测可能将巴基斯坦的核保护伞延伸到沙乌地。整个欧洲，尤其是北欧，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安全觉醒。
从2025年到2026年初，欧洲的国防订单增加了大约1倍。波兰和多个波罗的海及北欧国家开始公开支持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欧盟层面推出了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基金。德国的国防采购支出从2024年的大约320亿欧元暴增到预计2029年的1000亿。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2025年欧洲宣布了认真对待防御的态度。2026年，这份认真态度必须体现在实际生产上，而这一切的催化剂正是川普。他的不可预测性，他对盟友的威胁，他对俄罗斯的暧昧态度，都在加速欧洲的军事化。好了，现在让我们拉远一点，看看这整盘棋。川普在中东的策略其实很清晰，用商业利益绑定海湾国家，用军事打击摧毁伊朗，用伊朗的倒下来扫清沙以建交的最大障碍，最终实现他的终极交易，扩大亚伯拉罕协议，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中东新秩序。在这个新秩序中，以色列是模范盟友，海湾国家是金主，伊朗要么改朝换代，要么被彻底边缘化。而在欧洲，川普的策略同样清晰，用威胁和施压迫使欧洲盟友加大国防开支，承担更多自身防御的责任，同时为美国在北极地区获取更大的战略空间。格陵兰问题表面上看是荒唐的构岛闹剧，但背后是北极战略的大博弈。北极冰层融化，航道开通，资源争夺，俄罗斯和中国都在积极布局，美国不可能坐视不管。而格陵兰恰恰处于连接北极、北美和欧洲的地缘战略关键节点。正如一位安全分析师所说，格陵兰是北极的地缘战略基石。2025年8月，川普甚至在阿拉斯加与普丁会面，讨论美俄在北极的经济合作，让那个连接两个大陆的普丁、川普隧道的梦想再次复活。一边跟俄罗斯谈北极合作，一边威胁北约盟友交出格陵兰。川普的逻辑在哪里？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但问题在于手段，川普选择了最粗暴、最直接的方式，威胁、关税、武力暗示。这种方式短期内可能有效，但长期来看，它正在摧毁美国最宝贵的战略资产，也就是盟友的信任。丹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小国为了在华盛顿积攒信誉，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与美军并肩作战，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代价。对一个竭尽全力通过军事团结来换取安全保障的国家来说，川普的言行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格陵兰危机期间，俄罗斯的发言人和媒体一直在为美国叫好，这难道不讽刺吗？而在中东，川普的交易式外交也面临严峻的现实考验。加萨和平协议虽然结束了2年的战争，但它并没有解决以巴冲突的根本问题。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仍然遥遥无期。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吞并计划虽然被川普叫停了，但这只是暂时的。更重要的是，2026年2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虽然在短期内摧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它也带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地缘政治后果。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报复性打击已经让沙乌地、阿联酋等国对于以色列走近更加犹豫。这些国家最看重的是稳定，而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带来的恰恰是不稳定。回到我们的3位预言家，帕克在2026年1月3号的影片中说，他梦见了黄红旗帜与狮子飞越伊朗的象征画面。他说这意味着美以发动突袭后会迅速撤离，不会派遣地面部队。到目前为止，这是准确的，美国确实没有派出地面部队。他还预言，伊朗最终会由人民做主，有望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善用石油财富迈向更现代化的国家体制。这一点目前还无法验证，但方向与川普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帕克还特别提到了3月的危险，他警告说3月中旬到3月底，全球会极度动荡。他提到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旅行困难。而根据印度占星术的推算，3月25号太阳与土星合相时将是重要的冲突触发点。有趣的是，今天正好就是3月25号。全球油价因为伊朗战争已经飙到了天价，荷姆兹海峡的封锁正在造成严重的能源供应危机，旅行确实变得困难。占星家乔尼与帕克在一次对话中互相印证了对方的预测。
乔尼仔细查看了伊朗和美国的星盘，确认发起攻击的果然是伊朗一方。伊朗的反击，美国是受害方，但会强力报复。他还指出，中国也会牵涉其中，而紧张局势在3月中旬会达到顶峰。而亚当斯所说的地图重绘，现在看起来不仅仅指中东，格陵兰的归属问题，乌克兰的领土争端，叙利亚政权更迭，伊朗可能的政体变化，加起来确实可能重新定义21世纪的全球版图。至于比格斯的金融崩溃预言，2026年的全球经济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伊朗战争导致油价飙升，荷姆兹海峡封锁打击了全球供应链，川普的关税战继续侵蚀国际贸易，美国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并非不可想象。事实上，川普在3月23号暂停对伊朗电厂的打击，表面上是为了谈判，但华尔街的分析师普遍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油价已经高到让美国经济承受不了了。当他宣布暂停打击后，美国股市期货立刻上涨，美元下跌，油价暴跌，资本市场的反应说明了一切。战争的代价最终会落到每一个普通人的头上。比格斯说的那场超越1929年的金融风暴也许还没有到来，但它的阴影已经开始笼罩。但我们真正应该问的问题不是预言家们是不是猜对了，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看似疯狂的事情在2026年同时发生了。答案其实藏在一个更大的结构性变化里。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秩序一直建立在几个基本假设之上。美国是不可撼动的超级大国，北约是欧洲安全的基石，中东的石油是全球经济的命脉，而国际法和多边机制会限制大国的行为。这些假设在过去30年里逐一被侵蚀。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不会再有大规模陆地战争的幻想。中国的崛起挑战了美国的经济和技术霸权，而川普的回归则是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最后一击。他的名言，我不需要国际法，我有自己的道德准则，简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2026年发生的一切其实是这个秩序崩解过程中的一个加速点。中东战争、格陵兰危机、波罗的海岸战，这3件事表面上不相关，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不再是可靠的安全保障提供者，至少不是无条件的。这个转变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欧亚集团在2026年风险报告中指出，几乎所有的2026年顶级风险都打在欧洲最脆弱的地方。欧盟国家，尤其是东欧和北欧国家以及英国，将特别容易受到俄罗斯升级行动的影响。而华盛顿不愿得罪莫斯科的态度，将削弱北约的强力回应，为俄罗斯的试探提供更多空间。对北欧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必须自己承担防御责任，甚至考虑核武器。对中东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必须在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走钢丝，同时为可能的动荡做好准备。对整个世界来说，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危险、更加不确定的时代。而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油价会涨，物价会涨，旅行会变难，而头条新闻会越来越让人焦虑。最后，让我们想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3位预言家，无论你相不相信他们的能力，他们之所以能预测这些事件，是因为这些事件的逻辑其实是可以追溯的。川普的中东策略从他第1任期就开始布局了。俄罗斯对波罗的海的灰色地带作战从2022年就开始了。北欧的安全焦虑从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那天就埋下了种子。而格陵兰的问题，川普在2019年就提出来了。预言家们做的事情，与其说是看到了未来，不如说是读懂了现在。他们用各自的方法，无论是灵视、占星术还是金融分析，把那些已经存在但被大多数人忽略的趋势线连接了起来，然后推演出了可能的结果。你仔细想想，伊朗经济崩溃，民众抗议，核设施引发国际危机，这些线索在2025年底已经全部摆在桌面上了。格陵兰问题，川普在2019年就提出了，6年来从未放弃。波罗的海的海底电缆从2022年就开始被割，所有的拼图碎片都在那里，只是需要有人把它们拼起来。而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如果连这3位各自独立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的趋势，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却看不到，
或者看到了却选择忽视，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帕克在预测完所有灾难之后，总是会加上一句：劫难并不可怕，大灾过后就是大福。他预言这些动荡最终会带来一个黄金时代。他说他咨询过印度的多位纳迪叶解读师，他们都告诉他，他会在有生之年看到圣贤们转世归来，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到来。我不知道黄金时代会不会来，但我知道，在这个黄金时代来临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擦亮眼睛，看清楚这场大戏的棋盘上谁是棋手，谁是棋子，而我们自己又站在哪里。2026年3月25号，就是今天，伊朗的战火还在燃烧，荷姆兹海峡的油轮还在绕道，丹麦的大选正在进行，波罗的海的军舰正在巡逻，而川普他在社群媒体上发帖说，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三位预言家棋中了吗？某种程度上是的，但更准确地说，他们只是比大多数人更早地读懂了这个疯狂世界的剧本，而这个剧本还没有写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沙乌地会不会最终跟以色列建交？伊朗会不会真的改朝换代？北欧的核武计划会不会从纸上谈兵变成现实？川普会不会真的得到他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和平奖？还是说他会因为这场伊朗战争而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有一件事是确定的，2026年的赤马红羊之年才刚刚开始。中国传统预言中的赤马红羊节指的是每60年一次的丙午丁未年份，历史上往往伴随着重大的战争和社会动荡。2026年正好是丙午年。帕克、亚当斯和比格斯也许不知道这个中国古老的预言传统，但他们各自用自己的方法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这一年，世界将被重新洗牌。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预言家们已经知道了，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关注，继续思考，不要让任何人替我们决定未来。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最大的武器不是核弹头，不是隐形轰炸机，也不是海底电缆，最大的武器是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当政客们在棋盘上移动棋子的时候，至少让我们知道自己身处棋盘的哪个位置。